30年了，我在这暗无天日的庄子里，活活耗掉了30年。瑶儿，林曼柔那个蠢货已经死了，谢无现在没了儿子，这辈子也生不出来了，他翻不了天。母亲已经松口，准你以平妻之位进门。你可真狠心，让他俩斗得你死我活，最后反倒全便宜了我。若不让谢无和林曼柔在前面挡着，家里怎会同意让你进门？哼，他俩那种古板女人，本就是给你腾位的踏脚石。畜生！我杀了你！赵世斋、许襄瑶，你们这对狗男女，你们会有报应的！既然你都听见了，这侯府你便待不得了。主母悲痛过度，已经疯了，送去北边最荒凉的庄子，没我的命令，死也别让他出来。赵世斋、许襄瑶，我就是化成厉鬼，也要生生撕碎了你们！放开，放开我，放开！我没死，我回到了30年前，回到了国公府嫡女、安南侯府当家主母最风光的时候。阿武，我知道刚成亲1年就跟你提纳妾的事，是委屈了你，但曼如她孤苦无依，又是侯府恩人之女，我若不收留她，她便只能流落街头了。前世就是这番道貌岸然的话，逼得我当场发疯，砸了正堂的摆件。我歇斯底里的模样，正中了他借题发疯、败坏我名声的下怀。夫人，千错万错都是曼柔的错，您别怪侯爷，曼柔不求名分，哪怕只在府里做个粗使丫鬟，伺候侯爷和夫人。柔儿，你这是干什么？侯爷这是说的什么话？既然是恩人之女，怎么能让人家受委屈呢？阿武，你刚才说什么？你答应了？自然是答应了。我是安南侯府的主母，自然要事事以侯爷为重。既然林姑娘对侯府有恩，侯爷重情重义，要纳她入府，我这个做妻子的高兴还来不及呢。多谢夫人，夫人真是活菩萨转世。曼柔以后一定当牛做马，好好伺候夫人和侯爷。当牛做马？上一世你可是联合许襄瑶在我的安胎药里下红花，将我折磨得生不如死。这辈子我会亲手送你去地狱。哎呀，妹妹快起来，地上凉，若是冻坏了身子，侯爷可是要心疼的。怎么会这样？谢我向来心高气傲，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怎么今日不仅不闹，还如此大度？阿武，曼柔毕竟出身低微，既然你同意了，那便悄悄抬一顶小轿，从侧门进来也就是了，免得招人非议，说我宠妾灭妻。那怎么行？侯爷刚才也说了，林妹妹是恩人之女，若是只一顶小轿从侧门抬进来，外人还以为我们安南侯府忘恩负义，薄待了恩人呢。这件事必须风风光光的办，要请亲朋好友，要摆宴席，要让满京城的人都知道侯爷重情重义。侯爷，夫人对曼柔实在是太好了。那就多谢阿武费心了。侯爷客气了，既然这事儿定下了，那我们这就去慈安院给婆母请安，顺便把日子给定下来吧。世哉呀，你这一大清早的，不声不响的带着个不知规矩的丫头，跑到我慈安院来，是做什么？母亲莫怪，是儿媳的主意。侯爷体恤恩人之女林曼柔孤苦无依，欲纳她入府。儿媳想着这是为侯府开枝散叶、积累善意的大好事，便赶紧带他们来给母亲磕头请安了。这谢无可是国公府的嫡女，当初娶她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如今世斋刚成婚1年就要纳妾，她居然不闹，国公府那边要是知道了，还不得扒了世斋的皮？胡闹！世斋，你才成家多久，怎么能做出这等委屈你媳妇儿的事儿？
谢无出身高贵，岂容你这般糟蹋？母亲，儿子只是……母亲息怒，这怎么能是委屈呢？侯爷仁义，儿媳敬佩还来不及，更何况这是关侯府的名声，若是传扬出去，说侯府亏待恩人，那才是大大的不妥。儿媳心甘情愿，还请母亲成全。你这孩子就是太识大体了。既然你这个做正妻的都不反对，我这个老婆子还能说什么？罢了罢了，依你们吧。锦心，去把我房里的老黄历拿来。是，夫人。夫人，黄历取来了。母亲，儿媳看了，下个月初七，也就是冬月七，是个宜纳采祈福的黄道吉日，不如就把纳妾礼定在那天，您看可好？初七不错，是个好日子，就按你说多的办吧。母亲，户部那边还有几本极其重要的账册等着我去核对，公务繁忙，儿臣就不多留了。去吧，朝堂之事要紧，别耽误了正事。公务繁忙，真是可笑至极。这个时候，你最爱的许香瑶正在书房等着你幽会呢。上辈子你们在书房里干的那些苟且勾当，真以为能瞒天过海？侯爷怎么走得这么急，连看都不看曼柔一眼？妹妹怎么这么傻？侯爷那是为了政务操劳，这寒冬腊月的，书房里想必冷清得很。侯爷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人伺候怎么行？我这边还要留下来陪母亲说话，走不开。妹妹既然马上就要入府了，理应替我分担。你去厨房端一盅热鸡汤，去书房伺候侯爷研墨添炭。侯爷见你如此贴心，必定会更加疼爱你。多谢夫人提点，曼柔真是太笨了，差点错过了亲近侯爷的大好机会。夫人放心，曼柔这就去厨房煲汤，一定好好伺候侯爷。去吧，快去吧，别让侯爷等急了。去吧，林曼柔，带着你满腔的狐媚手段去推开书房的门，去看看你心心念念的侯爷究竟在跟谁纠缠。小姐，老夫人让您进去，说有事找您。阿武啊，你过来，到母亲身边来坐。世斋这孩子糊涂，委屈了你。你出身国公府，原本是千金之躯，下嫁到我们侯府，我这心里一直都是记着你的好的。今日你这般识大体，不仅保全了侯府的颜面，也让我这个做婆婆的深感欣慰。母亲言重了，这都是儿媳分内之事，只要侯爷高兴，只要侯府家宅安宁，儿媳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你是个明理的，侯府交给你，我放心。这是侯府内库的钥匙，这半年的账册，还有京城里最赚钱的几个首饰铺子和庄子的地契。从今日起，这侯府中贵的大权便正式交由你来执掌了。若有人府里敢不服，你只管拿家法处置，由我给你撑腰。母亲，这太贵重了，儿媳年轻识浅，恐难以胜任。万一出了差错，岂不是辜负了母亲的信任？还请母亲收回成命。傻孩子，谁天生就会管家？你是国公府教出来的嫡女，规矩手段还能差了？我说你行，你就行，收下吧，这是你应得的体面。多谢母亲信任，儿媳定当肝脑涂地，打理好侯府上下。有了这些，我就等于扼住了整个安南侯府的咽喉。赵世斋、许香瑶，咱们的账可以慢慢算了。林曼柔已经入局，接下来就该轮到许香瑶了。这侯府的好戏才刚刚开始。这盅鸡汤，我可是亲自盯着厨房加了足年份的野山参。侯爷最近公务操劳，正需要我这知冷知热的人去贴心伺候。姨娘说的是，您这天香国色一去，侯爷保管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哼，你在外头仔细守着，别让任何不长眼的人来打扰我和侯爷。
曼柔，怎么了？人，不对，是蜘蛛，吓死我了！我刚才还以为那儿站着个人。不过是个不长眼的小畜生，瞧把你吓得魂都要飞了。侯爷，人家也是心里惦记你，亲手炖了汤送来，谁知还没进门就遭了这份罪。你有这份心就够了。地脏了，别伤着脚，听话，先回院里歇着。我处理完公文，立刻去陪你。出来吧。刚才若是他再往前走一步，哪怕只有半步，我就被他瞧见了。这女人现在缠得越来越紧，谢武那边刚消停，她又跳出来，那便让他再也跳不起来。刚才那只蜘蛛就是给他警告。夫人，侯爷也太糊涂了。许小姐，这是怎么了？侯爷怎么能纳那种身份低微的女子为妾？她算个什么东西？怎么配与夫人共侍一夫？又是这套说辞。上一世我就是被你这番虚情假意骗了，才去跟林曼如斗得你死我活。要我说，夫人就该去闹一闹，不能让那贱蹄子进门。许姑娘说笑了，侯爷既看中了她，便是有缘。我作为侯府主母，理应为侯爷绵延子嗣考虑。夫人，你……何况那林姑娘也是清白人家的女儿，怎能用贱蹄子这般粗鄙的词？许小姐若是被外人听见，怕是会觉得咱们侯府没了规矩。夫人教训的是，香瑶也是一时情急。许小姐有心了，只是这府里的事，我自有分寸。许小姐若是无事，便早些回去歇息吧。那香瑶就先告退了。许小姐留步，夫人还有何吩咐？许小姐，我知道你心疼我，但这林曼柔是侯爷恩人的女儿，侯爷执意要纳她，老夫人也点了头。我若强行阻拦，岂不是成了不孝不义之人？可是夫人，再者，侯爷已经向我保证，纳了林曼柔之后，便不再添别的妾室了。这也是为了侯府的名声和安宁。天色不早了，许小姐回吧。这才刚刚开始呢，许香瑶，我们慢慢玩。夫人，您怎么能忍气吞声呢？怎么了？侯爷都要纳妾了，许表姑娘还在那儿阴阳怪气的。夫人，咱们回国公府吧，让老爷和夫人为您做主，好好教训一下侯爷。锦心，你真以为爹娘会为了我得罪侯府吗？老爷夫人那么疼您，疼我是一回事，国公府的颜面和利益是另一回事。我已经嫁入侯府，是侯府的主母，和离是不可能的。若我贸然跑回去闹，只会让两家难堪，最后吃亏的还是我。难道夫人就只能任由他们欺负吗？谁说我要任由他们欺负？从今以后，我只能靠我自己。锦心，你要记住，这里是侯府，不是国公府。你若再这般天真行事，迟早会害了你自己，也会连累我。奴婢明白了，奴婢以后一定谨言慎行。明白就好。去把账本拿来，我看看。算算日子，这个月的小日子已经迟了10几天了。上一世，我就是这个时候有了身孕，却被他们害得流产。我的孩子，你终于又回来了。这一世，娘拼了命也会保护你。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定要他生不如死。把那块石头摆在正中间。曼柔妹妹喜欢花草，再多搬几盆名贵的牡丹来。多谢夫人费心，这恒兰院比我以前住的地方好太多了。妹妹是侯爷心尖上的人，自然要用最好的。你看这料子是江南新贡的，拿去做几身新衣裳。夫人，这是否太过奢华了？不过是个妾室，用不着这么大的排场吧？管事有所不知，侯爷看中林姑娘，我这也是为了给侯爷脸面。若太寒酸了，岂不是让人笑话侯府刻薄？夫人真是宽宏大量，只是……要的就是你骄纵，站得越高，摔得才会越惨。妹妹还缺什么，尽管跟姐姐说，姐姐一定满足你。那就多谢姐姐了。
没长眼睛的贱婢，这可是侯爷昨日刚赏我的苏绣裙，你端个茶手抖什么？弄脏了你赔得起吗？林小娘饶命，奴婢不是故意的，是那地砖上有些青苔太滑了。还敢顶嘴，给我掌嘴，打到他认错为止。林小娘息怒，这丫头是夫人院里拨来伺候花草的，若打坏了，怕是不好向夫人交代。夫人，您可得管管林小娘了。如今府里的下人，只要稍微不如她的意，轻则打骂，重则发卖，大家伙日子都没法过了呀。夫人，这林曼柔简直无法无天了。她不过是个妾，竟然敢打管事，还口出狂言，不把您放在眼里。罢了，都起来吧。锦心，你去库房拿几盒上好的伤药给管事。多谢夫人体恤。夫人，您为何还要纵容他？再这样下去，这侯府岂不是成了他的天下了？天下爬得越高，摔得越惨。我要的就是全府上下都捧着他，把他捧到云端去，让他真以为自己在这侯府里能一手遮天。给夫人请安。这大清早的，外头忙得底朝天，夫人叫妾身来，不知有何吩咐？今日是你过门的大喜日子，侯爷特意吩咐要大办。我身为当家主母，自然是要为你准备一份厚礼的。这是什么东西？一股子怪味儿。这是宫中御赐的昆灵丸，千金难求，乃是促使妇人有孕的绝佳圣品。你年轻貌美，侯爷又宠你，若是能早日为侯府开枝散叶，生下个一男半女，这府里的地位，谁也撼动不了。多谢夫人了，有了这等神药，妾身定能一举得男，为侯爷生下长子。到时候，侯爷定会重重赏我。夫人，您看他拿了这么贵重的御赐之物，连句谢恩的话都没有，简直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夫人，您笑什么？那可是千金难求的圣品啊！您自己不用，为何偏偏给了那个贱人？圣品，自然是圣品。我要她怀上孩子，要她满心欢喜的以为自己能母凭子贵，爬上这侯府的顶峰。只有让她先尝到得到一切的滋味，日后失去孩儿，被人践踏在泥潭里的时候，她才会痛不欲生。主子，属下查探清楚了。侯爷今晚虽然要在恒兰院留宿，但他似乎有些不情愿，打算以处理户部公文为由，躲在书房不进内室。他倒是情深意重，为了许香瑶那个贱人，连送到嘴边的肉都不肯吃，真以为自己是什么痴情种呢？夫人，侯爷既然不愿碰林小娘，那您今早赐给他的昆灵丸岂不是白费了？林小娘若是怀不上，您的计划……既然他不肯吃，那我就帮他一把。送上门的肥肉，岂有不吃的道理？谢三，你去一趟大厨房。是。把今晚送去恒兰院的所有酒水，一滴不剩，全部换成桃花醉。属下明白，只是这桃花醉是何物？属下怕拿错了。桃花醉名字听着风雅，入口也是绵软香甜，但只要喝上3杯，后劲一上来，便会让人气血翻涌，神志不清，将眼前人认成心底最渴望的人。林曼柔一心想要个孩子顾宠，只要赵世斋进了恒兰院的门，喝了那酒，他就是拼了命也会成全好事的。主子高明，属下这就去办，绝不留痕迹。若不是为了安抚那帮老臣的非议，我何须纳这个蠢货？今晚随便敷衍一下，绝不可辜负了香瑶妹妹的一片心意。侯爷，这是小娘特意为您准备的温酒，说是夜里天凉，给您暖暖身子。端走，本侯还有公务要处理。侯爷，您可算来了，这酒可是妾身亲自温的，花了好大心思呢。您就陪妾身喝一杯嘛，就一杯。什么酒这么香？罢了，只喝一杯。给夫人请安，妾身今日来迟了，还望夫人恕罪。妾身这身子实在酸软得很，连路都走不稳了。真是个不知廉耻的骚狐狸，竟敢在夫人面前耀武扬威，简直不要脸到了极点。妹妹伺候侯爷辛苦了，既然身子不适，何必还要强撑着来请安？快赐座，看茶。
别累坏了妹妹。夫人不知，侯爷说我身子骨太弱，非要让人去库房拿那只百年老参给我炖鸡汤补身子，妾身拦都拦不住呢。侯爷还说，只要我能生下长子，要什么给什么。侯爷疼你，那是你的福气。那百年老参最是滋补，你多喝些，配合着我给你的昆灵丸，争取早日为侯爷诞下子嗣。借夫人吉言，妾身定当努力，绝不让侯爷和夫人失望。夫人，奴婢打听清楚了，昨夜恒兰院闹腾了整整一宿，足足叫了3次热水。天快亮时，侯爷连路都走不稳了，是被小厮半扛着去上朝的。3次热水，好，很好。看来这桃花醉的药效比我想象的还要猛烈。赵世斋啊，赵世斋，你不是自诩对许香瑶情深似海，守身如玉吗？几杯桃花醉就能让你原形毕露，药吃了，房也圆了。林曼柔肚子里这颗定时炸弹算是彻底种下了，接下来就该让慈安院的那位许小姐好好看看这出好戏了。儿媳给母亲请安。给老夫人请安。这个不要脸的贱人，竟然真的爬上了侯爷的床。侯爷明明发过誓，说只碰我一个人的。吾儿来了，快坐吧，别站着了。放肆！昨夜伺候侯爷累了一宿，身子金贵得很。你们这些不长眼的奴才，就拿这种破板凳来糊弄我。若是伤了我的身子，你们担待得起吗？林曼柔，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从外头抬进来的低贱妾室，也敢与当家主母平起平坐？你的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还不快给我滚下来！哟，我当是谁在这犬吠呢？原来是许小姐啊！我伺候侯爷有功，侯爷心疼我，亲口许我免了那些虚礼。你一个未出阁的外人，寄人篱下，管得着我们侯府的家务事吗？你简直厚颜无耻！侯爷不过是贪图一时新鲜，你真当自己是个主子了？来人，给我掌他的嘴！你敢？我肚子里说不定已经有了侯爷的长子，你动我一根指头试试，看侯爷回来不扒了你的皮！够了，都给我闭嘴！咬吧，尽情的撕吧，这才刚刚开始呢。许小姐，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大清早的，子信气坏了身子。曼柔妹妹初入侯府，许多规矩自然还要慢慢学。再说了，曼柔妹妹昨夜伺候侯爷确实辛劳，侯爷今早走时还特意交代我要好好看顾妹妹，千万别让她受了委屈。曼柔妹妹，快坐下歇息吧。若是你累坏了身子，侯爷回来可是要心疼的。要是伤了根本，连我都要落个苛待妾室的罪名，这责任我可担不起。多谢夫人体恤，还是夫人心疼妾身，妾身定当尽心尽力为侯爷开枝散叶。夫人，你就是太纵容他了，他这般轻狂，日后还怎么管教？好了，香瑶，吾儿说的对，曼柔伺候世斋有功，理应宽待。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天天为了这些房中之事争风吃醋，传出去成何体统？是，老夫人教训的是，香瑶知错了。许小姐，你今日实在是太冲动了。夫人难道也要帮着那个贱人说话？他算什么东西，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我自然是向着你的，咱们是一家人。他不过是个外来的妾室。可是许小姐，你得想想侯爷啊。侯爷如今正图新鲜，你若是天天与他争吵，惹得侯爷不快，岂不是把侯爷往他院子里推？你若真想对付他，何必急于一时？小不忍则乱大谋。夫人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这就回去抄写佛经，静静心。林姨娘，我们夫人吩咐给您送些补身子的吃食和新衣料来。夫人说，姨娘伺候侯爷辛苦，侯府绝不会亏待了您。
人真是太客气了，替我多谢夫人。夫人说了，这是王爷的意思。姨娘，其实夫人也是心疼您。今儿个在慈安院，许小姐那般为难您，夫人心里都清楚。夫人让奴婢悄悄告诉您，许小姐那是眼皮子浅，嫉妒侯爷独宠您一人呢。夫人已经私下里严厉规教过许小姐了，让她以后少来招惹您。我就知道，那个老自己抓不住侯爷的心，就来拿我撒气。有夫人给我撑腰，我还怕他不成？姨娘说的是，夫人说了，只要您能怀上侯爷的长子，这府里谁也不敢给您脸色看。那是自然，你回去转告夫人，她的好意，曼柔记下。呀，许小姐怎么不长眼睛啊？贱人，你找死！侯爷，姨娘突然心口疼，求侯爷去看看吧。你站住！咬吧，咬得越狠越好。这就是你赵世斋梦寐以求的奇人之福。侯爷，真要去户部关衙里住下？那地方冷清得很，哪有府里舒坦？舒坦个屁！你听听，你听听里面，这两个女人简直是疯了，一天到晚为了鸡毛蒜皮的事闹得不可开交。我这刚下朝，茶还没喝上一口，就要被他们拉去断官司。这侯府我是待不下去了。恰逢年底户部事务繁多，我正好借口查账躲个清静。没我的吩咐，谁也不许去户部找我。这便是你们这个月交上来的账目。张管家，厨房采买的猪肉市价不过20文一斤，你账上竟记了40文。李管事，库房里的上等银双炭怎么无缘无故少了100斤？夫人明鉴，这是因为年关将近，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当我是养在深闺，不知民间疾苦的蠢货吗？我谢家国公府掌管天下粮草调度，你们敢在我面前玩这种做花账的把戏？夫人饶命，奴才知错了。侯爷近日忙于公务，无暇顾及家宅。我既然接了这掌家之权，眼里就容不得沙子。念在你们是府里的老人，今日我只点破，不追究过往。谁若是再敢中饱私囊，欺上瞒下，我即刻将他发卖去古寒之地，连同家眷一个不留。是，夫人明鉴。当然，你们为侯府操劳，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你们。冬月里了，大家办差都辛苦。从这个月起，各处管事的月钱上涨2成。只要你们安分守己，尽心办事，这托盘里的赏赐就是你们的。谁若办得好，年底我还有重赏。是，夫人明鉴，多谢夫人恩典，奴才定当为夫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赵世斋，你躲出去图清静，却不知道这侯府的人心已经全都被我收拢。等你回来，这安南侯府早就不是你说了算的地方。国公府那边的年礼可是重中之重，你父亲爱喝武姨家的母树大红袍，我特意让人留了2罐极品，还有那些上好的辽东老参，都给你母亲备上了。婆母费心了，儿媳代父亲母亲谢过婆母。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你把这侯府打理好，世斋能安下心来，我老婆子就知足了。那2个不省心的，也就你能镇得住。吾儿，这乌梅可是腌得极酸的，平时我连碰都不敢碰。你一口气吃了这么多，不觉得酸到牙吗？让母亲见笑了。儿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日就是觉得嘴里没味儿，格外贪嘴，就想吃些酸的。吃着这梅子，反倒觉得心里舒坦了许多。想吃酸的，酸儿辣女，酸儿辣女。吾儿，你这月事有日子没来了。说起来，似乎迟了半个多月了。儿媳以为是这阵子操劳年底的事，气血不足所致。糊涂！什么气血不足？这是大喜啊！来人，快来人！快拿我的对牌，立刻去太医院请王太医来，要快，千万别耽搁。是，奴婢这就去。我的孩子，前世妈妈没能保护好你，让你死在那些畜生手里。这一世，你终于又来了。这一次，
即便踏平侯府，我也绝不会让任何人伤你一根毫毛。恭喜老夫人，贺喜夫人！夫人脉象圆滑如珠滚玉盘，正是喜脉。且观脉象，夫人已有3个月的身孕，胎象十分平稳强壮。老天保佑，我安南侯府终于有后了！列祖列宗保佑啊！好孩子，你真是个有福气的，你可是咱们侯府的大功臣啊！想要什么，想吃什么，尽管吩咐下去，整个侯府都围着你转。多谢母亲，这都是托了母亲和侯爷的福。快去账房支银子，今天府里上下所有人多发3个月的月钱，沾沾夫人的福气。恭喜夫人，贺喜老夫人！多谢老夫人赏赐。3个月了，我的骨血，我的命。夫人，您终于苦尽甘来了，有了小主子，以后谁也不能欺负您了。是啊，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夫人，您是没瞧见那恒兰院的林姨娘如今越发张狂了。今晨厨房送去了新鲜的血燕，她竟嫌弃成色不好，直接连碗带汤砸在了院子里，指名道姓要吃原本给老夫人备下的那种。她既然想吃，便让厨房把我的那份给她送去。夫人，那血燕是国公府特意送来给您补身子的，她一个妾室怎么配用您的东西？您这般纵容她，她还不得骑到您头上去？锦溪，你不懂，这人呐，爬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才会粉身碎骨。她如今越是张狂，越是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就越容易遭人记恨。你真以为这府里最恨她的人是我吗？夫人是说许小姐？去吧，吩咐厨房，以后恒兰院想要什么一律满足。另外再去库房挑2匹最上等的蜀锦，就说是我赏给林姨娘做新衣裳的，务必要大张旗鼓的送过去。是，奴婢这就去办。林曼柔，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尽情的闹吧，这把火烧得越旺越好。哟，这不是许小姐吗？怎么一个人在这捡花枝啊？这等粗活让下人做就是了，仔细伤了您那娇贵的千金之躯。林姨娘好大的排场，这身衣裳怕是月制了吧？也不怕穿在身上折了寿。许小姐可真会说笑，这可是夫人亲赐的蜀锦，侯爷昨日也夸这颜色衬我呢。怎么，许小姐看着眼馋了？不过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玩物。真以为自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你说谁是玩物？我可是侯爷明媒正娶抬进门的贵妾，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个赖在侯府不走的破落户，也敢在我面前摆谱？你放肆！竟敢对许小姐无礼！你才放肆！我们姨娘可是主子，你一个贱婢也敢大呼小叫！你给我等着！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侯爷，瑶儿，这是怎么了？谁给你委屈受了？那个林曼柔欺人太甚，她不过是个妾，竟敢当众辱骂我，还穿正式才能穿的正红色蜀锦。他这分明是打我的脸，更是没把您和老夫人放在眼里啊！瑶儿莫哭，曼柔她出身商户，不懂规矩，你何必与她一般见识？侯爷，你这是在护着她？你是不是真的被那个狐妹子迷住了？瑶儿，你明知道我心里只有你，娶谢无是为了国公府的权势，那林曼如是为了给你做挡箭牌。如今谢无盯得紧，林曼如闹得越厉害越好，你受点委屈，全当为了我们的将来。可是侯爷，他连谢无赐的东西都敢拿来炫耀，若等他生下庶长子，这府里哪里还有我的立足之地？庶长子，他也配？你放心，侯府的长子只能从你的肚子里出来。让让，请林娘让让呀！什么东西这么香啊？林娘，这是给许小姐熬的燕窝，你故意拌我做什么？什么燕窝？我这正缺补品呢。
端过来我瞧瞧。不行，这是表小姐特意吩咐熬的。我们姨娘要开始给你脸，拿来吧你！哎呀，真是可惜了。阿娇，走，咱们去大厨房，让厨房给我重新炖一盅。夫人，你到底管不管那个贱人？他竟敢明抢我的燕窝，还打翻在地，他这分明是骑在我的头上拉屎。我知道你受了委屈，可林妹妹如今是侯爷心尖上的人，又有老夫人护着，她若因为这点小事闹起来伤了身子，侯爷怪罪下来，我这个做主母的也难辞其咎啊。难道就任由他这么欺负我？许小姐莫气，这是一对上好的红宝石珠花，是我出嫁时国公府给的陪嫁，全当我给你赔不是了。夫人的这番好意我心领了，既然夫人不管，那我就自己管。夫人，许小姐怕是要对林姨娘下狠手了。要的就是她下狠手，狗咬狗的好戏才刚刚开场。林曼柔，你这个贱人，我要你死！小姐，您息怒，千万别气坏了身子。我要让他永远生不出侯府的长子。许香瑶，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你敢抓我的脸，我要杀了你！你这种粗鄙的商户女也配跟我叫嚣？抓花你的脸算是轻的。侯爷，你要为妾身做主啊！许小姐她要毁了妾身的容，她是要逼死妾身啊！是她先出言不逊，辱骂于我，我才没忍住推了她一把。闹够了没有？堂堂侯府，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掉大牙。侯爷，喝碗莲子沟降降火吧。今日之事都是妾身失职，没有管教好后院。这不怪你，是他们两个太不懂事了。侯爷公务繁忙，还要为后宅之事操心，妾身实在过意不去。不若侯爷这几日去户部避避清静，这府里的事，妾身保证会处理妥当，绝不让他们再闹出笑话来。还是你最识大体，我明日便搬去户部住几日，这后宅就辛苦你了。侯爷言重了，这都是妾身分内之事，贤儿心想躲，好啊，你躲得越远越好，这侯府也该换个主人了。我走了，府里若有急事，派人去户部寻我。侯爷安心办差，府里一切有我。吴管事，这便是你交上来的账本。回夫人，这账本确是这个月的开销。最近林姨娘和表小姐那边开销极大，这银子开销大。林姨娘砸了3个青花瓷瓶，你这账上记的是1000两白银。许小姐熬了一盅燕窝，你记得是50两。怎么，这侯府的燕窝是金子打的，还是青花瓷是玉雕的？夫人明鉴，奴才是一时糊涂，绝不敢贪墨侯府的银两啊！一时糊涂，我看你们是欺上瞒下，见侯爷不在，以为我这个主母好糊弄。来人，将这等刁奴拖出去，重打30大板，直接发卖，查抄他家产，填补亏空。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跟谁的，也不管你们背后有什么靠山，从今日起，这侯府的规矩由我来定，谁若敢再阳奉阴违，吴管事就是下场。奴才谨遵夫人教诲，万死不辞。姨娘，夫人今日发了好大的威，连老夫人那边的吴管事都直接发卖了。现在府里的下人连大气都不敢喘。这毒妇竟然借着侯爷不在，趁机立威。我最近还是安分些，别触了他的眉头。小姐，夫人这手段也太雷厉风行了。咱们安排在厨房的人也被夫人借故打发去了柴房，她这是在借机敲打我呢。谢吴，你别以为掌控了侯府就能高枕无忧，咱们走着瞧。夫人，您今日真是太威风了，现在府里上下谁不夸夫人治家有方，再没人敢对您不敬了。立威只是第一步，赵世斋那个废物只知道逃避，他以为躲出去就能清静。赵世斋、许香瑶、林曼柔，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等我腹中胎儿坐稳，这侯府的戏台才算真正搭好。
母亲，这是儿媳特意为您熬的参汤，您趁热喝点，消消气。我这气如何消得下去？你看看这府里，天天鸡飞狗跳的，那林氏和许氏简直没规矩到了极点，为了块布料还大打出手，成何体统？都是儿媳管教不严，让母亲烦心了。这不怪你，你是个贤良的，只是性子太软了些，压不住他们。世斋也是，居然躲到户部衙门去，把这烂摊子丢在家里。侯爷公务繁忙，自然不能让家事分心。母亲放心，儿媳以后定当严加管教，绝不再让他们扰了母亲的清静。罢了，你出身国公府，理应有当家主母的气度。从今日起，府里的对牌钥匙你都收好，那些个不安分的，该罚就罚，不用顾忌世斋的面子。母亲，这儿媳怕处理不好，惹得侯爷不快。他敢，有我给你撑腰，你放手去做。多谢母亲信任，儿媳定不负所托。今日把大家召集过来，只为宣布一件事：从今往后，侯府的规矩必须立起来。各房的月例按规矩发放，谁也不许超支。后宅女眷不得私自出府，更不得在府内聚众斗殴、寻衅滋事。若有违者，不论身份，一律按家法处置。谨遵夫人吩咐。另外，把林姨娘和许小姐身边伺候的下人，都给我换一批稳重的。谁若是再敢挑唆主子生事，直接发卖出去。哟，许小姐怎么也来这吹风啊？这风大，可别闪了许小姐娇贵的身子。你挡着我的道了，让开！这桥这么宽，许小姐非要走我这边，莫不是嫉妒我昨晚又留宿了侯爷，心里不痛快，故意找茬吧？嫉妒你？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贱妾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你敢推我？我要是伤了肚子里的孩子，侯爷饶不了你！孩子，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凭你也配生下侯爷的长子？贱人，我撕烂你的嘴！你个疯女人，放手！夫人，打起来了！林姨娘和许小姐在花园池塘边打起来了，听说头发都薅掉了一大把，许小姐的脸都被抓破了。哦，这么快就动手了？主子要去制止吗？再打下去恐怕会惊动老夫人。制止什么？去，派人把侯爷请回来，这可是他后院的好戏，他这个当家人怎么能错过？是，让他们打，打得越狠越好。仇恨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赵世斋，你最爱的女人和你用来做挡箭牌的妾室，如今为了你斗得你死我活，这出戏你可还满意？夫人，您这只步摇可是国公府陪嫁的极品，怎么今日突然拿出来了？极品自然要配娇客。锦心，你亲自跑一趟恒兰院，将这只步摇赏给林姨娘。夫人，林姨娘最近气焰越发嚣张了，连请安都敢迟到，您怎么还赏她这么贵重的东西？她气焰嚣张那是好事，不给她添把火，她怎么敢去烧许香瑶的院子？前世你们联手算计我，这辈子我要你们互相撕咬，不死不休。送去的时候记得让满院子的人都听见，就说这是侯爷最喜欢的款式，我特意赏他，愿他早日为侯府开枝散叶。是，奴婢这就去。林姨娘，夫人说了，这是侯爷最喜欢的款式，特意赏您，盼您早日为侯府开枝散叶。夫人真是客气了，劳烦锦心姑娘替我多谢夫人。林曼柔，你不过是个妾室，竟敢戴正室才佩戴的赤金点翠步摇，也不怕折了寿。表姑娘这话好酸啊，这是主母赏我的，侯爷最喜欢的款式，我怎么就戴不得了？莫非表姑娘觉得这步摇该戴在你头上？你别得意太早，侯爷不过是图个新鲜，你真以为自己能爬上枝头当凤凰？我是不是凤凰不知道，但我现在是侯爷名正言顺的妾室。许小姐，你呢？死赖在侯府不走，算什么名分？夫人，林姨娘和许小姐在恒兰院里大吵了一架。哦，吵得可精彩，精彩极了！许小姐气得脸都绿了，林姨娘更是毫不退让，两人差点就打起来了。现在满府的下人都在看笑话呢，咱们要不要去看看热闹？侯爷呢？可去劝了。侯爷本来刚回府，一听见花园里的动静，掉头就出了大门，说去户部衙门有公务要处理，今晚不回来了。他这人最是个爱面子又怕麻烦的。
遇到这种事，躲得比谁都快。锦心，去库房挑2只百年人参，分别给恒兰院和许小姐送去，就说他们受惊了，让他们好好补补身子。夫人真是大度。小姐，侯爷已经连着3天没回府了，如今府里乌烟瘴气，下人们连个主心骨都没有，正是咱们收拢人心的大好时机。赵世斋这个懦夫，连自己的后院都管不好，只知道逃避。他不回来正好，这侯府也该换个真正的主人了。谢三，你去查查府里有哪些管事是墙头草，哪些是赵世斋的死忠，顺便把这几个月克扣下人月里的账目整理出来。是，小姐。不过许小姐那边似乎也有所动作，暗中拉拢了几个厨房的管事。就凭他那点手段，也想跟我斗？让他拉拢吧，爬得越高，摔得越惨。锦心，传我的话，明日午时，召集府里所有管事到竹明院议事。是，夫人。见过夫人。都免礼吧。天气寒冷，叫大家来，是有一件要紧事。年关将近，这大半年来府里琐事繁多，委屈大家了。侯爷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后宅。我身为侯府主母，自然不能让大家寒了心。这里的银子是国公府的陪嫁产业里出的，算是我私人赏给大家的过冬辛苦费，每人10两，人人有份。多谢夫人恩典，夫人慈悲，我等愿为夫人赴汤蹈火。夫人才是侯府真正的当家主母，我等以后只听夫人差遣。大家都起来吧，我只要你们记住一点，这侯府谁才是真正的主子？只要你们尽心办事，我谢无绝不会亏待你们。一点蝇头小利就能让这些奴才倒戈相向。赵世斋，你连人心都算不明白，拿什么跟我斗？不过若有人吃里扒外，两面3刀，我的手段你们大可以试试。奴才不敢，定当对夫人忠心耿耿。小姐终于开始收网了，安南侯府迟早要改姓姓。恭喜夫人，贺喜夫人，脉象圆滑如走珠，正是华脉。夫人这是有喜了，已经快2个月了。太好了，夫人，您终于有喜了，奴婢这就去告诉老夫人和侯爷。慢着，锦心，这件事暂时不要声张。夫人，这是大喜事啊，为何要瞒着？前世我的孩子就是被许香瑶那个毒妇害死的，这一世我绝不能让任何人威胁到我的孩子。劳烦太医替我保密。侯府人多嘴杂，我胎相未稳，实在不宜声张。老朽明白，夫人放心。锦心，拿重金赏太医。是。另外，去打听一下，恒兰院那位最近有没有请大夫？恭喜姨娘，您这是喜脉啊！真的，我真的怀上了，我终于怀上了侯爷的骨肉！恭喜姨娘，贺喜姨娘！快去禀报侯爷，告诉他我要给他生儿子了！看许香瑶那个贱人还敢不敢跟我嚣张！小姐，林姨娘那边也查出喜脉了。昆凌丸的效果果然好，她有了身孕，这侯府才真正热闹起来。锦心，替我更衣，我要去慈安院给婆母请安，顺便把这管家权名正言顺地交出去。夫人，你要把管家权交出，交给谁？自然是交给那位野心勃勃的许姑娘，只有她掌了权，才方便她动手啊。许香瑶、林曼柔，
舞台已经给你们搭好了，接下来就看你们怎么互相残杀了。恭喜大娘子，贺喜大娘子，这是华脉，大娘子已有2个多月的身孕了，胎相十分稳固。太好了，大娘子，您终于有喜了。侯爷和老夫人若是知道了，定然欢喜的不得了。我的孩子，上一世娘没能保住你，这一世遇神杀神，遇佛杀佛，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汗毛。有劳刘大夫了，锦心赏。是。多谢大娘子赏赐，草民这就去开些安胎的方子。刘大夫且慢，这几日林姨娘也时常说身子乏力，胃口不佳。既然您来了，便顺道去柔衣阁替林姨娘也瞧瞧吧，莫要拖出了病根。大娘子慈悲，草民这就过去。阿武啊，我的好媳妇儿，你快坐着别动。快免礼，你如今可是咱们侯府的大功臣，身子最要紧。母亲，侯爷，这也是侯府的福气，只盼着能为侯爷生个大胖小子，绵延子嗣。好，一定要好好养着。从今儿起，苍魔院的份例全部翻倍，缺什么短什么，直接去库房拿。夫人受苦了，为夫这2日便不去户部了，留在府中好好陪你。陪我？你怕是惦记着柔衣阁和你的好青梅吧？侯爷国事为重，妾身有母亲照料，锦心他们也伺候得周到。若是侯爷因妾身耽误了公务，那才是妾身的罪过。阿武真是懂事，世斋啊，你娶了个好媳妇儿。老夫人，侯爷，大娘子这胎定是个小世子。赏！苍淼院上下统统有赏。这可是咱们安南侯府的嫡长子，是咱们全家上下的心头肉。阿武，你只管安心养胎，府里的琐事若是累了，就交给下人去做。老夫人，侯爷，大喜啊！刘大夫刚才在柔衣阁给林姨娘把脉，林姨娘她也有喜了，已经1个多月了。当真？千真万确，刘大夫还在那边候着呢。恭喜姨娘，这确确实实是喜脉，已有月余了。赏，重重的赏，拿最大的银档子给刘大夫。这贱人竟然也怀上了。世斋哥明明说过只爱我一个人，这个贱人凭什么怀上世斋哥的孩子？柔儿，听说你也遇喜了。侯爷，妾身还以为自己身子不争气呢，没想到大娘子赏的昆仑丸这么管用，这都要多谢大娘子恩典，更要多谢侯爷的疼爱。双喜临门，咱们侯府真是双喜临门。你好好养着，要什么尽管开口。恭喜世斋哥，恭喜林姨娘了。姨娘可要当心身子，头3个月最是危险，切莫像刚才那般毛躁了。多谢许小姐关心，这怀了骨肉自然是娇贵些，许小姐尚未出阁，自然不懂做娘的心情。侯爷，妾身这腰酸得很，您帮我揉揉可好？瑶儿，你先回去吧，柔儿身子弱，我在这儿陪陪她。是，襄瑶告退。大娘子，您听听外面的风言风语，林姨娘不过是怀了个数字，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侯爷也是的，有了您这嫡出的，还往柔衣阁跑得那么勤。随他去，飞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才会粉身碎骨。大娘子，柔衣阁那边传出话来，林姨娘今日为了几两燕窝，把厨房的婆子痛骂了一顿，还指桑骂槐的讽刺了许小姐。许小姐回屋便砸了一套茶具。许襄瑶那狠毒的性子，怎容得下别人爬到她头上作威作福？前世你们联手害我孩儿，今生便让你们自己狗咬狗，尝尝这锥心之痛。告诉厨房，林姨娘要什么补品都给她，不仅给，还要挑最名贵的给。我要让她在侯府里风光无两，惹尽所有的眼红与嫉妒。属下遵命。阿武啊，这些都是宫里赏赐的好东西，你娘家国公府也送了不少来，你可得按时进补，为咱们侯府生下嫡长孙，这可是咱们全家上下的指望。多谢母亲挂念，儿媳这些日子总是觉得头晕目眩，精神不济。刘大夫也说，儿媳这胎虽然稳固，但也需静养，不可过度操劳，更不可费神。夫人若是累了，便好生歇着。府里那些琐事，哪里比得上你和肚子里的孩子重要？
你只管安心养胎便是。这倒也是，年关将近，事情确实多，马虎不得。那便让几个管事的婆子先担着。下人办事终究少了个主心骨，难免有些顾忌，也容易出乱子。母亲年事已高，儿媳万万不敢劳烦母亲受累，这侯府中废必须得有个自家人来掌舵才行。那夫人可有什么好人选？总不能去外头请人吧？香瑶冰雪聪明，行事又稳重，在府里住了这么久，对府上的规矩也十分熟悉。不如就请香瑶暂代儿媳，打理这侯府的内宅事务吧。若瑶儿能执掌中副，这侯府还不是我们俩说了算？这瑶儿毕竟是客居在此，又是未出阁的姑娘，让她管家，怕是有些不妥吧？传出去惹人非议。阿武这主意倒是不错，香瑶这孩子细心，有她帮衬着，我也能放心。既然阿武信得过她，那便让她试试，全当是锻炼锻炼。母亲英明，香瑶管家、儿媳和林妹妹也都能安心养胎了。管家大权我给你了，接下来就看你在这个位置上怎么一步步作死自己了。唉，说了这半天话，儿媳又觉得有些乏了。那你快歇着，世斋，咱们走，别吵着阿武休息。今日把你们都叫来，是有一件要事宣布。大娘子如今怀有身孕，需要静养安胎。这年关将近，府里事务繁多，大娘子举荐了香瑶来暂代管家之职。老夫人，这怎么使得？香瑶不过是个借住的亲戚，怎敢越俎代庖，执掌中副？若是出了岔子，香瑶万死难辞其救啊！瑶儿，这是夫人的好意，也是母亲对你的信任，你就莫要推辞了，全当是替夫人分忧，替咱们侯府出力。许小姐还真是好手段啊！一个没出阁的外人，竟然骑到我们头上了。侯爷，妾身不依嘛，妾身如今可是双身子，难道还要看他的脸色过日子？休要胡闹！大娘子身子重，你也怀着身孕，难不成让你去操劳这些杂事？你不懂事就少插嘴。林妹妹莫要置气，香瑶聪慧能干，定能将这侯府打理得井井有条。香瑶，这库房的钥匙和对牌我便交给你了，日后府里的大小开销皆由你做主。多谢大嫂信任，香瑶定当竭尽全力，不负老夫人和大嫂的重托。拿吧，这烫手的山芋够你喝一壶的。权力是个好东西，能让人疯狂，也能让人万劫不复。香瑶啊，这几日你就先跟着管事婆子熟悉熟悉账目，凡事多请教，切莫短了各房的分令。尤其是阿武和曼柔那边的安胎药材，必须是最上乘的，绝不可有半点克扣。香瑶谨遵老夫人教诲，定不会让大嫂和林娘娘受了委屈。母亲，那便辛苦香瑶了，儿媳先回苍魔院安胎了。好个林曼柔，不过是怀了个孽种，竟敢要1日3两血宴，还要西域进贡的香料，这侯府的银子难道是大风刮来的不成？许小姐，这是老夫人和大娘子吩咐过的，说林姨娘身子弱，须得好好照顾。大嫂那是大度，老夫人那是慈悲。但如今既然交由我来管家，就不能由着她铺张浪费，把血宴换成普通的碎宴，炭火的分量也给她减半。就说库房存货不足，要等年后再采买。这若是林姨娘闹起来，她敢？我才是代管侯府之人，她一个低贱的妾室，也敢对我指手画脚？出了事自有我担着，你只管照做。这是给人吃的吗？那贱人许香瑶竟明目张胆地克扣我的份例，这许姑娘好她个许香瑶，拿着鸡毛当令箭，真以为她捏这个钥匙就是侯府主母了？走，跟我去书房找侯爷评理去，我倒要看看侯爷是心疼我肚子里的骨肉，还是心疼那个没出阁的狐狸精。大娘子，柔一阁那边闹起来了，林姨娘去侯爷书房哭诉，许小姐也不甘示弱，跑去对峙，反咬林姨娘骄奢淫逸，不懂体恤侯府艰难，两人在书房里互相谩骂撕扯，侯爷一气之下将两人都禁了足，自己去了偏院歇息，谁也不见。这便狗咬狗闹起来了，真是一群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还是大娘子算无一策，您主动交出管家权，自己落个清闲自在，倒让他们两个为了些蝇头小利斗得像乌鸡眼似的，
连侯爷都厌烦了他们。谢三，盯紧厨房和采拜，这几日苍魔院的饮食必须由你和锦心亲自验过银针，绝不能让任何脏东西混进我这半步。属下誓死保护大娘子与小主子周全，哪怕粉身碎骨，绝不让歹人得逞。斗吧，往死里斗！等到了除夕之夜，防备最松懈的时候，好戏才算真正开场。你们欠我的血债，我要你们一笔一笔的还。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克扣我们姨娘的分力？我们姨娘肚子里怀的可是侯爷的长子，要是饿坏了小少爷，你长了几个脑袋够砍的？哎呦，红玉姑娘好大的火气，不是老奴不给，是许姑娘定下的规矩。如今侯府可是许姑娘当家，极品血燕那是主母才能用的，林姨娘不过是个妾，按规矩只能吃寻常的白叶。你拿许姑娘压我当是谁在这乱吠呢？原来是许香瑶养的狗。许姑娘，她算哪门子主子？不过是个赖在侯府不走的破落户。林姨娘，您这话可就……瞎了你的狗眼！敢克扣我肚子里长子的口粮，给我滚回去告诉许香瑶，少拿鸡毛当令箭，耽误了我安胎，侯爷绝饶不了他。林曼柔，你不过是个贱妾，竟然敢打我的人，你眼里还有没有侯府的规矩？规矩？侯爷让我好好安胎，这就是最大的规矩。你倒是有规矩，可惜啊，连个名分都没有。整天死皮赖脸的管着侯府的账本，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侯府的管家婆呢。你放肆！我是侯府正正经经的主子。主子？主子怎么不生个孩子来看看？哦，我忘了，你这只不下蛋的母鸡，侯爷怎么会碰你呢？等我生下长子，看你还有什么脸面留在这侯府里。贱人，贱人，我一定要弄死你，绝不能让你生下那个孽种。好，好得很。林曼柔，你最好祈祷你这肚子能一直这么安稳下去。夫人，您怎么还坐得住啊？奴婢刚才去库房那边看了一眼，许姑娘把咱们原来安排的人全都给撤了，连采买上的管事都换成了她自己带来的那个心腹王婆子。这才刚接手管家权几天啊，她这是要把侯府彻底翻个底朝天，把咱们的人都拔干净了。急什么？他若是按兵不动，我反倒要觉得他长进了。他野心勃勃，盼着掌家权盼了多久，如今终于到手，自然要安插自己的人。可是夫人，您就眼睁睁看着他把侯府的大权都夺走吗？您可是名正言顺的主母啊！名正言顺，在这侯府里，名正言顺顶什么用？上一世我手握大权，尽心尽力，最后还不是被他们联手害死？锦心，你去传我的话，就说我如今怀了身孕，闻不得油烟味，把咱们竹明院小厨房的管事嬷嬷也撤了，让许姑娘一并管着吧。夫人，您这是要把自己的命门也交给他？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给他铺路，他才能摔得更惨。照做。姑娘，如今这侯府上下可都得仰仗您的鼻息了。竹明院那边刚才传来消息，连小厨房的管事都交出来了，说是夫人闻不得油烟味，求您一并费心呢。谢武啊谢武，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原来不过是个只会是仗着肚子拿嚼的蠢货。他以为交出权力就能安心养胎，做梦！既然他这么大方，那我就成全他。去，吩咐采买的王婆子，以后竹音院的补品一律按最低等的份例送。我看他能得意到几时？这侯府终究是我许香瑶的天下。
阿武，这几日觉得身子如何？孩子可有闹腾你？劳侯爷记挂，妾身一切都好，孩子很乖。那就好，那就好。明日就是除夕了，府里要设大宴，你身子重，就不要去前厅劳心劳力了。宴会上的琐事我都交给香瑶去办了。她虽然年轻，但办事妥帖，你也好安心养胎。办事妥帖，是啊，方便他布置杀战，方便他要了林曼柔孩子的命。妾身把钟馗交给他，心里是100个放心的。只是除夕夜更深露重，侯爷在前厅应酬，也要保重身子才是。阿武真是懂事。锦溪，水。夫人，您别洗了，皮都要搓破了。脏，太脏了，他身上的味道让我觉得恶心透顶。上一世，他就是用这双摸过我的手，亲自将毒药灌进我的嘴里。每一次靠近他，我都觉得是在靠近厉鬼。明天的除夕夜，那洁白的雪地里，要是染上红色的鲜血，一定很好看。孩子，别怕，娘亲会保护你。娘亲只管坐在这里，看他们狗咬狗，看他们一个个下地狱。主子，属下查清楚了。说，许香瑶的人这几日偷偷在城外的黑市上花重金买了一包极寒之药，名唤落胎散。而且属下查探侯府除夕夜的排班，发现恒兰院和林姨娘院子那边的守夜婆子都被许香瑶熬成了她带来的心腹。许香瑶，你果然还是按耐不住了。上一世你用毒计害我，这一世终于轮到林曼如来尝尝这滋味了。除夕夜、团圆夜，他挑的可真是一个好日子。谢三，你给我盯死许香瑶的人，他怎么下药，怎么伪造现场，你都不用管。你只需要做一件事，等他得手后，想办法留下他下药的痕迹。我要让这把火烧得再旺一些。属下遵命。锦心，从今日起，竹拟院的院门给我死死锁住，除了我指定的几个人，任何人不得踏入竹明院半步，尤其是除夕夜，哪怕外面天塌下来，也不准开门。是，奴婢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会守着院子，绝不让任何人惊扰了夫人和小少爷。姑娘，这药真的管用吗？若是被查出来……闭嘴！查？如今侯府上下的对牌钥匙都在我手里，守夜的人也都是我的人，谁能查到我头上？林曼柔那个贱人，长着肚子里的那块肉就敢骑到我头上作威作福。是斋哥是我的，侯府的主母之位也是我的，绝不能让那个贱人生下庶长子来恶心我。除夕夜，府里最是忙乱，我要让他在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翠儿，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去把事情安排好。过了除夕，我保你一世荣华。今年除夕，咱们侯府可是双喜临门，吾儿和曼柔都有了身孕，来年侯府必定人丁兴旺。母亲，儿子敬你一杯。好，好，只要你们和睦，侯府就能繁盛。是斋哥说的是，香瑶特意吩咐厨房用辽东老参和上好红枣炖了这2盅安胎鸡汤，炖了足足4个时辰呢。夫人，林姨娘，快趁热喝了吧。哎呀，这鸡汤的油腻味有些冲。母亲，儿媳最近孕吐的厉害，实在是一点荤腥都见不得。这汤儿媳就先不喝了。吾儿既然反胃，就不必勉强了，快把汤撤下去。林曼柔，你这蠢货，别人递过来的催命符，你倒喝得香甜。今晚就是你的死期。我有些不舒服，先回去了。夫人，您看
那是许姑娘身边的大丫鬟，这大厨谢的，她不在正厅伺候，跑去做什么？许香瑶去做她该做的事，要在汤里下慢性药，看来还在林曼柔的院子里准备了猛药。她这调虎离山、一石二鸟的计策，倒是想得周全，只可惜她算错了我会怎么应对。锦心，我有些头晕，正厅里太闷了，我不回去了。夫人，那咱们回主院去叫大夫。不回主院，外头风雪这么大，路太滑，我怕摔着肚子里的孩子。扶我直接去老夫人的慈安院，今夜我就宿在母亲那里了。是，奴婢这就扶您过去。你这孩子放着自己舒坦的主院不住，怎么除夕夜非要跑来我这老婆子院里挤着？母亲，儿媳方才在廊下险些滑倒，这心里实在是怕极了。外头风雪那么大，儿媳若是在回主院的路上有个好歹，伤了侯府的嫡孙，万死难辞其救。只有在母亲身边，儿媳这颗心才能安定下来。好，就留在这儿，就在我这罗汉床上歇着，谁也不许来打扰你。老夫人，夫人不好了，主院那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后罩房突然走了水了。夫人，您快回去看看吧。调虎离山，许香瑶，你想把我骗出慈安院，好在半路上对我动手，顺便把林曼柔出事的黑锅扣在我头上，你做梦！哎呦，母亲，儿媳肚子好疼，必定是受了惊吓，那点火星子让下人们去扑就是了。儿媳现在一步也走不动了。混账东西，除夕夜走水，还不快让管事带人去扑灭！跑来惊扰主母安胎，安的是什么心？李嬷嬷，把外头那个大呼叫的丫头给我捆起来，堵上嘴，押到柴房去。许香瑶那个贱人，还以为管了家就能压我一头。等我生下儿子，看侯爷怎么休了他。我的肚子好痛，像是有刀在绞我的肠子。血，姨娘，您流了好多血！救命！我的孩子，救救我的孩子！许香瑶，你敢害我！谢三，事情办得如何？夫人放心，属下一直盯着。秋月的尸体，赵氏斋的人会丢到哪里？据属下观察，他们正准备将尸体运往城外的乱葬岗。乱葬岗，赵氏斋想得到没？你务必盯紧，绝不能让野狗啃食了尸体。属下明白，定会保护好尸体。还要想办法把林曼柔引过去，让她亲眼看看尸体上的剑伤，让她知道赵氏斋为了许香瑶是如何心狠手辣、杀人灭口的。夫人英明，属下这就去办。夫人，林姨娘看到尸体会不会闹起来？闹，她若不闹，我这番心思岂不白费？我就是要她闹，闹得越大越好，让她知道自己不过是别人手中的棋子。孩子，娘一定会护你周全，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一个都别想跑。谁？不必理会，想必是哪院的丫鬟路过。去，找2个忠心的碎嘴婆子，去横栏院外闲聊。夫人，聊什么？就聊赵氏斋当初想纳许香瑶为妾，只是担心她不同意，才抬了林曼柔。林曼柔不过是捡了许香瑶的漏，也难怪2人一直不对付。夫人高明，林姨娘听到这些肯定会气疯。去办吧，小心些，别让人抓住把柄。是，夫人。你听说了吗？侯爷当初本来想纳许姑娘为妾的。哎呀，真的假的？那怎么后来抬了林姨娘？还不是担心许姑娘不同意，才拉了林姨娘来做挡箭牌。原来林姨娘不过是捡了许姑娘的漏啊，可不是吗？难怪2人一直不对付，林姨娘还以为自己多受宠呢。挡箭牌，捡漏，赵氏斋，你竟敢如此戏弄我！姨娘息怒，小心气坏了身子。滚，都给我滚！许香瑶，你这个贱人！我说你怎么处处针对我？原来你才是侯爷心尖上的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就这么白白没了吗？不，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夫人，流言已经传到了林姨娘耳朵里。她反应如何？大发雷霆，砸了东西，哭得很伤心。伤心？这才刚刚开始呢。秋月的尸体那边怎么样了？已经安排妥当，明日一早定能让林姨娘看到。很好，下去吧。林曼柔，你可别让我失望啊！你确定是在这里？
奴婢打听过了，侯爷的人就是把秋月扔在这边的。剑伤，不是说病死的吗？这伤口是侯爷的佩剑，侯爷杀的。他为了掩盖许香瑶害我孩子的罪行，竟然杀了秋月灭口。赵世斋、许香扰，你们这对狗男女，你们害死了我的孩子，还要踩着我的骨血快活！我不过是个垫脚石，垫脚石！掌柜的，把你们这里最锋利的匕首拿出来。好，就它了。最烈的毒药，无药可救的那种。夫人，林姨娘看到尸体后哭了很久，但并没有去闹。她悄悄去珍宝斋买了一把匕首，又去黑市买了一包毒药。哦，倒也不是一无是处。被捧得那么高，摔下来自然最痛。如今失去孩子，又知道自己只是垫脚石，他这只被拔了牙的老虎终于要咬人了。传令下去，侯府各处暗哨撤走，让黄兰院和许姑娘的院子畅通无阻。是，夫人想看他们狗咬狗。我不仅要看，还要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夫人，这几日府里事情多，冷落了你。侯爷说的哪里话？林妹妹小产，许姑娘又受了惊吓，侯爷理应多操心。妾身怀有身孕，帮不上忙，心里还过意不去呢。还是夫人最识大体，咱们的嫡子定要平平安安的生下来。侯爷，这马车颠簸，妾身有些反胃。夫人受苦了，快到了，到了岳父家好好歇息。多谢侯爷体恤。赵世斋，你的脏手不配碰我的孩子，你欠我的血债，很快就要你加倍奉还。侯爷，我们进去吧。夫人，回了国公府，您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是啊，这国公府的茶都比侯府的甜些。算算时辰，侯府那边的大戏应该快要开场了。夫人，您说林姨娘会怎么做？一个绝望又疯狂的母亲，什么事做不出来？许香瑶这次怕是插翅难逃了。侯爷，不好了，侯府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大惊小怪的。林姨娘她疯了，她拿着刀把表姑娘给……香瑶怎么了？许姑娘快没命了，老夫人让您和夫人快回府啊！夫人，侯府出人命了，老夫人请您速速回府。什么？出人命了？这大过年的，怎么会这样？夫人当心身子，快更衣备车，立刻回府。许香瑶、林曼柔，你们终于互相撕咬起来了，这场戏我可是期盼已久。老夫人，夫人，不好了！侯爷他吐血了，情况十分危急。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埋伏。侯爷，怎么会这样？快带我去见侯爷！我的儿啊！侯爷，你醒醒啊！你看看妾身。压在心头30年的恨意，终于彻底消散。我再也不用熬几10年，再也不用受任何人的欺负。
侯爷，夫人，你怎么了？快来人啊！把夫人扶回竹明院，快去请大夫。夫人，您可千万不能有事啊！夫人这是悲痛过度，导致气血攻心，需要静养。多谢大夫。老夫人，你老实交代，拿去厨房的杜仲和杜胶酒是哪里来的？老夫人明鉴啊，那些东西是许姑娘先前送来的，夫人一直好好珍藏着，不舍得吃，今日才拿出来。奴婢真的不知道里面会有毒啊！怎么样了？查出是什么毒了吗？回侯爷，世子是被阿胶酒中的毒害死，而且这种毒和林姨娘毒死许姑娘的毒是同一种。什么？难道是许香瑶或林曼柔那个毒妇干的？这两个贱人，死了也不让人安生。本官已经查明，凶手要毒杀的其实是尊夫人谢氏。大人，这怎么可能？哼，许香瑶和林曼柔因为嫉恨谢氏才会下毒，只是没想到赵世子误食了阿胶酒，替谢氏受了害。赵世子宠妾灭妻，纵容这两个女人在府里争风吃醋，才酿成今日的悲剧。你听见没有？都是你平日里纵容她，才惹出这么大的祸事。大人教训的是，老朽教子无方，本官言尽于此，侯爷好自为之。从今天起，你不要再胡说八道，好好去照顾怀有身孕的儿媳妇。阿武，你醒了，感觉怎么样了？母亲，侯爷他……好孩子，你别多想，伤心过度动了胎气可不好。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养胎，放沁。是，儿媳知道了。夫人，前院正在办侯爷的丧事，乱得很，您还是在院子里歇着吧。我这个魏王人，理应伤心过度，闭门不出。从此以后，我就是盛京城最年轻的寡妇，这侯府终于清静了。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了。这侯府的事务，我也没有颜面再管下去了。老夫人的意思是，等办完丧事，我就将侯府的掌家权正式交给阿我。他肚子里可是我们安南侯府唯一的骨血。夫人，您是没听见，现在外面大街小巷都在传咱们侯府的事儿呢。哦，都传些什么了？瞧把你高兴的！大家伙儿都在骂侯爷，说他宠妾灭妻，还同青梅不干不净，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这全是老天爷开眼的报应。他们还说啊，多亏了夫人您深明大义，贤良淑德，哪怕受了天大的委屈，还怀着侯府的骨血。现在全盛京城，谁不竖起大拇指夸您一句活菩萨？夸我，不过是觉得我可怜罢了。夫人，您平白得了好名声，怎么还不高兴呢？名声这东西，活着的人才用得上。赵世斋他算计了一辈子名声，到头来只配带着这满盆的脏水下地狱，而我踩着他的尸骨得了贤良的美名，这笔买卖倒是不亏。夫人说的是，恶人自有恶人磨，他们活该。母亲，您的身子可好些了？吾儿啊，是咱们赵家对不住你，外面那些风言风语我都听见了。
世斋他糊涂啊，生生把这百年侯府的脸面给作践没了。如今他一走，这侯府可怎么撑下去啊？母亲快别这么说，侯爷虽有错，可人死如灯灭。儿媳现在别无他想，只盼着能平安生下腹中骨肉，替侯爷尽孝，为您养老送终。好孩子，真是好孩子！我当初怎么就由着他胡闹，包庇那个毒妇许香瑶？来人，把我床头那个红木匣子拿来。乌儿，这是侯府所有的对牌、库房钥匙，还有田庄商铺的契书。从今往后，这侯府上下全交由你做主，谁敢有半个不字，我老婆子第一个打死他！母亲，这怎么行？儿媳尚且年轻，怕是难当大人。不，只有交给你，我才放心。你若不收，我死都闭不上眼。既然母亲如此信任，能儿媳就暂且代为打理。赵世斋，你看到了吗？你拼死也要守住的侯府大权，如今完完全全落在我的手里了。我的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狠心，抛下为娘一个人走了？赵世斋，这满天风雪就当是我送你的贺礼，你这肮脏伪善的一生总算埋进黄土了。从今往后，世上再无人能碍我的眼。老夫人，夫人快准备接旨，宫里来人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安南侯之妻谢武，乃国公府嫡女，名门玉秀，逢家族变故不惊不乱，贤良淑德，恪守妇道，实乃天下女子之典范。特加封为正一品安南夫人，赐御制玉如意一对，黄金100两，蜀锦50匹，钦此。正一品安南夫人，这品级竟然生生压过了我这个老封君半级。臣父领旨，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安南夫人，快请起！皇上和太后娘娘都知道您受了天大的委屈，特意加恩。放眼这盛京城，除了宫里的娘娘和亲王妃，您可是头一份的尊贵。有劳公公走这一趟，风雪寒冷，公公拿去喝杯热茶驱驱寒。夫人太客气了，奴才告退，祝夫人福寿安康。拜见安南夫人，夫人千岁。从此以后，这座侯府，我才是唯一的天。我的儿啊，你受苦了！这赵家简直是欺人太甚，竟敢将你置于那般险境！母亲，女儿不苦，最难熬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恶人伏法，女儿也算熬出头了。哼，你父亲得知赵世斋那个畜生和青梅搞出那些肮糟事，险些害了你和腹中胎儿，当场气得砸碎了最新的茶盏。父亲他……你放心，你父亲当即就让你大哥联合陈都尉，在早朝上狠狠参了赵家一本。多亏你大哥据理力争，力陈你的贤良与不义，这才给你挣来那道正一品安南夫人的圣旨，也是在明晃晃的警告赵家，你可是有整个国公府撑腰的。多谢父亲和大哥为我筹谋。傻丫头，你是国公府的嫡女，有我们在，有圣上的诏书在，往后你在安南侯府就算是横着走，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来人，奉茶。是。亲家母，您大驾光临，侯府蓬荜生辉。老夫人，明人不说暗话，赵世斋做的那些烂事儿，败尽了侯府的门风。我谢家之所以不往深了追究，全是为了保全吾儿和他肚子里那块肉的名声。是，亲家母教训的事，都是赵家对不住吾儿。但我丑话说在前头，从今往后，这侯府若是还有半点乌烟瘴气，或是哪个不长眼的奴才敢给我女儿气受，哪怕是少了一根头发丝儿，我定踏平你们安南侯府。亲家母放心，如今吾儿是这府里唯一的主心骨，我老婆子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哼，最好如此。我今日带了几个得力的家丁护院，以后就留在我儿院子里差遣。母亲放心，女儿如今执掌侯府，定会把规矩立得严严实实，绝不让那些肮杂事再脏了侯府的地。夫人，
您瞧小少爷跑得多稳当，前头管家刚送来上个月的账目，城东那2个庄子的收成又翻了倍。如今这侯府在您的打理下，比老侯爷在世时还要兴王鼎镫呢。吩咐下去，今年收成好，府里所有下人多发2个月的月钱，但规矩不能废。谁要是敢借着赏赐骄纵生事，直接乱棍打出府去。是，夫人赏罚分明，下人们都对您敬畏有加，绝不敢有半点余虑。我如今别无所求，只盼着幼儿能平安长大，将这侯府的门楣撑起来。夫人，您是不是记差日子了？老奴依稀记得侯爷的生辰好像是5月初8或者是初9啊，这怎么写了初7？咱们是不是烧错日子了？记差？我没记差，那为何我就是要写5月初7？哪怕我早就忘了他的生辰到底是初8还是初9，我也会永远定在初7这一天烧纸。我要让他年年都收不到祭祀的纸钱，让他在阴曹地府里做个永远忍饥挨饿的孤魂野鬼。只有每年的这一天，我才会想起自己对他那刻骨铭心的恨。至于这世上的其余364天，我的日子只会过得风光借月，安稳顺累。母亲，孩儿今日又来给父亲写生辰八字了。写吧。赵世斋，你的生辰我这辈子都不会记对，你就带着这个假生辰，在底下继续做你的春秋大梦吧。母亲，父亲在泉下有知，定会保佑我们侯府的。是啊，他定会保佑我们。夫人，我在底下苦啊，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没收到，定是那些下人阳奉阴违，没把东西烧给我。侯爷莫急，明日我便亲自过问，定让他们多烧些好东西给你。还是夫人待我最好。夫人，您怎么了？可是做噩梦了？梦到了个恶鬼罢了。赵世斋，你收不到就对了，我就是要让你在下面也做个穷鬼。祖母，您看，这是我给曾爷爷写的生辰八字，您帮我看看有没有写错呀？没有写错，就是5月初7。太好了，那我这就去烧给曾爷爷。50年了，从那冰冷的国公府嫡女到这侯府的安南夫人，这一路沾了多少血，算了多少计。夫人，您又想起以前的事了？是啊，想起了那些蠢货，想起了我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我护住了我的孩子，守住了我的东西，至于那些伤我害我之人，他们早已化作尘土，连忌日都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吉时已到，加冠。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安南夫人教子有方，世子赵承佑温良敦厚，文武双全。今念其及冠之年，特准承袭安南侯爵位。钦此，臣赵承佑领旨谢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喜侯爷，贺喜安南夫人，侯府双喜临门。儿子多谢母亲20年来的悉心教导与筹谋。若无母亲苦心孤诣撑起这侯府，替儿子挡下所有明枪暗箭，断无儿子的今日。佑儿，快起来！你要记住，这侯府的荣华富贵是我们母子在刀尖上一寸一寸拼回来的。以后这安南侯府的门楣就彻彻底底交由你来扛了。母亲放心，儿子定不负母亲期望。往后余生，这府里的风雨全由儿子来挡，定让母亲颐养天年，百岁无忧。好，好。